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牛肉面。我们会聊到制作澄清高汤的3个要点。这一大块是牛后腿肉，最好选新鲜的牛肉。因为我们后面要经过长时间的炖煮，所以肉老点嫩点都可以的。做牛肉面这一块就够用了。这些牛油切成小碎丁，这样方便把油脂煮出来。牛骨用这种牛骨棒或者牛脊骨都可以的。买的时候请师傅把骨头切开，冷水浸泡2个小时。炖肉时产生的血沫主要成分是食材中的水溶性蛋白，它们在常温下是溶于水的。提前用水泡可以释放一部分水溶性蛋白，后面煮肉的时候血沫就会减少。泡完肉的血水不要倒掉，等会儿还有大用处。现在来准备做牛肉汤的调料。草果敲碎，我们只要草果皮，草果籽的味道比较重，食材腥味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只用草果皮，汤的味道会更清新一些。这是我们会用到的所有干香料：花椒、小茴香、八角、桂皮、草果皮，装进调料包里，这样煮好后一下子就捞出来了。白萝卜去皮，这样煮汤没有苦涩味儿。先切一块萝卜，留着煮牛肉汤用。白萝卜有给牛肉去腥的作用，其余的切成半圆形。我们一会儿再处理这些萝卜片。现在我们来装鲜料包：大葱、大蒜、生姜、白萝卜。我们来煮牛肉汤。牛骨放在最下面，防止牛肉粘锅底。大块牛肉直接放锅里，不需要切小块，这样即便经过长时间的炖煮，牛肉也不容易变干变柴。肉和骨头一起炖，还有助于增加汤的透明度。加凉水，从凉水开始煮，有助于充分释放残余的水溶性蛋白。这些蛋白质释放后，受热凝聚上浮，就形成了浮沫。在汤沸腾之前开始撇浮沫。调整火的大小，不要让汤达到翻滚沸腾的状态，那样浮沫就又煮回到汤里了，影响汤的清澈。加调料包，切碎的牛油。加牛油之后还会起一些浮沫，同样撇干净，调到小火，保持汤是沸腾之前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要让汤滚沸。小火煮可以让水有更多的时间渗透到牛肉里面，这样能让牛肉里的鲜味进到汤里。当没有新的浮沫飘上来，就可以加盐调味了。刚才切好的白萝卜片撒一点盐，加水泡1个小时，去掉白萝卜的那种气味。沥干盐水，放开水里快速烫一下，捞出来泡到凉水里，随吃随取。放冰箱冷藏1-2天都没问题的。我们来做辣椒油，优先选这种红葱头，它香味更好，用洋葱代替也可以。菜籽油加热到225度，下所有调料：姜、葱、蒜、八角、红葱头、香菜，炸到焦黄后全捞出来。这个时候香味已经炸到油里了。等油温到175度的时候，加粗颗粒的辣椒、白芝麻，香味非常浓郁。做好的辣椒油最好至少放上半天再用，让里面的热油味散掉。辣椒油里没有水，所以能保存很长时间，拌菜吃面都是很提香味的。牛肉用小火煮3到4个小时，用筷子插下去，没有阻力就说明牛肉熟了。嫩点的牛肉煮的时间就短一些。下面分享重要的知识点：怎么把浑浊的肉汤变清汤呢？出汤以外的所有材料都捞出来，这个时候能看到牛肉汤上有一层金黄色的油花，把它撇到一个碗里。牛油会浮在高汤上面，放凉之后会变成雪白的固体牛油，这个牛油炒菜也非常香。现在我们来澄清牛肉汤。
我们要用到之前留下的那盆血水。血水里的水溶性蛋白受热后凝结，上浮到表面，它会像磁铁一样吸附汤里残留的杂质和颗粒，在汤的表面汇集成一层新的浮沫。撇掉浮沫，最后再过滤一次，就可以得到一清到底的牛肉原汤了。我用的是过滤茶袋，大家也可以用细纱布，牛肉的香味都在里面，它是漂亮澄清的茶青色。刚煮好的牛肉趁热切的话，肉容易碎，所以等它放凉，可以冷藏一宿，牛肉收缩之后切起来就很容易了。放凉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扎实而清香。因为它不是酱牛肉，所以注意不要加酱油。按喜好切薄切厚，大片牛肉吃起来挺过瘾的。喜欢切丁也可以切丁。刚从地里拔了几颗蒜苗，把带皮的大蒜种到土里，就能收获蒜苗了。自种的蒜苗清脆清香。香菜插在水里，冷藏室里放几天都是新鲜的。来给牛肉汤调味儿，锅里加1份清水，3份之前做的牛肉原汤，具体用量根据做几碗面来定。1碗面会用到500毫升调好味的汤，我现在调味的这锅汤是2升，可以做4碗面。其余的原汤也可以炒菜炖菜用。尝一下咸淡，按口味加盐调味，加入新鲜的蒜蓉和姜蓉。即便吃不惯生蒜的人也会喜欢这个汤底。牛肉汤底煮开，大约4到5分钟。这一锅2升的汤底正好可以做4碗牛肉面。这是我们上一期视频做的拉面。煮面的水宽一些，开水下面，面浮上来摆动2下，煮开就可以捞面了。把面条顺一下，来一块雪白的牛油，浇上滚烫的牛肉汤，牛油就融化在这清汤里了。澄清的牛肉汤香味浓郁，此为1清。白萝卜洁白如玉，此为2白。辣椒油飘在牛肉清汤上，不浑汤，红红火火，此为3红。蒜苗和香菜翠绿鲜香，此为4绿。牛肉清香软嫩。劲道的手工拉面呈现淡黄色，此为5黄。有汤有肉有面，真是满腹的很。谢谢收看，下回见。